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的视频经常会说到三用电表的使用。三用电表可以测电压、电流和电阻。我也曾经使用过电容电表来测量电容。外面也有卖万用电表，也就是把这两种功能合在一个电表。然后这些电表都有一个风鸣档，用来测量电路有没有通路。我们以后会出视频讲解。而这些功能里面，测量电流是最危险的，因为你必须要跟电路串联。如果弄错变成并联的话，就会导致短路，让全部电流通过电表，而导致保险丝烧断，甚至是起火。所以没把握请不要尝试。今天我们就来帮我这个烧坏保险丝的三用电表更换它爆掉的保险丝，然后我们也会说一下测量电流的正确方法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电表状态，它还是可以测量电压和电阻，但是测量电流的话就一直是0。这种情况就是保险丝烧断了。我们来看看三用电表的构造，这个红色的部分只是保护套，可以直接拆下来。它后面的上面拆开可以更换9伏电池。下面拆开的话，可以看到2根保险丝。右边的这根是大电流的保险丝，左边这则是小电流的保险丝。也可以把整个电表打开，不过只要更换保险丝的话，从这里更换就可以了。我还是示范一下如何把电表整个完全打开。我们先只更换大电流的保险丝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完全炸到黑掉了，这上面写着250伏10安培，所以我是在 Amazon 买了同样数值的。不过买时要注意一下直径和长度。这个是5×20 mm， 一盒20个，大概6到7美金。我们拿一个新的放进去，然后把盖子装回去。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测量电流。我们先来做个最常见的错误示范。像我这样测，有3颗电池，电池是直流电，所以我们把电表调到直流电。如果电流数值超过200 mA 安培的话，需要把红色的线换到左边的10安培插槽。我电表这样插进去，虽然是有数值的，但是它其实应该是把其中一颗电池短路之后，跟其他2颗电池串联得到结果，所以这数值应该是错的。不过代表大电流电表有在工作。我们把红色的线换到右边，然后转到小电流的测量。数值为0，因为左边那个保险丝没有换，我们来把左边的保险丝也换了。换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工作了，不过这样测不行。我们这边示范如何断开电路，然后将电表串联进去。我这边有个电动车，我装上电池，按下按钮，马达会驱动轮子。我这边把一边的电线断开，我把电表设定到大电流，放进去断开的2极，你可以看到轮子开始转了，因为电表把它串联进去了。正负极弄反的话，电流会是负的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这样就知道电流有多少了。但是数值太小。我们把电表设定到小电流，把电表串联进去，这样就有比较精确的数值了。这样我们就测完了直流电流。交流电流的话，测法一样，只是要转到 AAC。我不太确定怎么样示范，因为我只知道插头是交流电，但是直接插进去的话是并联，保险丝就会爆。我不太确定要怎么样把电表串联进去。如果以后我找到好的方法示范，我们再补充，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